蓝苑深吸一口气，睁大了眼睛看着父亲的目光落在景怡抱着爸爸的那根胳膊上，在心里连连惨叫：景怡啊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专挑雷区跳跃？好事被你搅了，你还敢抱他的人？父亲拿行李箱都要腾出一只手搂着爸爸的，表达得如此明显了呀！你快抬头看看父亲的兵锋利剑吧，好吗？看见了你就不会提这么多要求了。而且你要的菜式，你靠什么自信觉得爸爸能做得出来？父亲恐怕会直接解读为你经常刁难爸爸的。哎，乖乖等着被接回来不行吗？我到底为什么要同意你作死提前回家？才刚鼓起勇气假装轻松的孩子爸爸又起了尴尬。智能厨房是好用，但是这些菜他一样都搞不定，自己为什么要一张嘴就夸海口？现在脸打得啪啪响，还往哪搁？蓝忘机收回原本要去拉行李箱的手，冷着脸直起了身。很会点啊，果然长大了。行李收好出去吃，5分钟，车里等你们。说完就拨开景怡的手，搂着魏婴下楼了。蓝苑长吐一口气，认命地拉起2只箱子，火速逃跑。放下箱子又回来摘了景怡的书包再放回去，小跑着出来锁了门，拉着景怡噔噔噔下楼。哎哎，阿苑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你也急着吃好吃的是不是？蓝苑无奈地答着是，心里说不出的苦。父亲说5分钟，应该是包含了放东西、锁门、下楼、上车、系好安全带，直接能一脚油门出发的那种，也就是父亲和爸爸散步到车子的时间。可是那俩人腿多长啊？咱俩这小短腿出发本来就晚了，可不得跑着去。要是真赶不上，恐怕父亲就直接开车带爸爸一个人下馆子去了。放假头1天啊，不要遭此虐待。闯了祸的憨憨居然还在状况外，太难了。等他们系好安全带，还在胸腔起伏大喘气，蓝忘机果然一脚油门就走了。爸爸，阿苑也想吃，拉着我一顿跑，所以不止我一个人嘴馋，嘿嘿嘿。蓝苑一头黑线，神 TM 嘴馋，一坑买俩啊兄弟，主要是心疼爸爸，爸爸操持家里，还要管好几家公司，实在辛苦，应该要好好犒劳一下的。我们不能再委屈爸爸下厨了，去外面吃挺好的，虽然没有爸爸做的好吃，但是省得收拾了，爸爸也能好好吃个饭。对了，要不要带上爷爷？他知道我们今天放假吗？魏无羡透过后视镜看阿苑，暗自佩服。就这千回百转的心思，宠着景怡，夸着爸爸，讨好父亲，还搬了救兵，最后还将了蓝湛的军，啧，只能说智计无双，望尘莫及。蓝忘机哪里不明白这小兔崽子什么心思，但想到叔父会因为孩子放假不给他见而吹胡子瞪眼教训人，还是默默地拐上回蓝家的路。瞥一眼后视镜，冲蓝苑眯了眯眼，哇，那个凉飕飕啊！一行人浩浩荡荡到北京的时候，蓝曦臣夫妇也是摆足了阵仗来接的。2只小的要来玩，蓝启仁理所当然跟着来了。这些年他北京南京2头跑，那边都有乖孙子，好容易寒假能聚一起了。孟瑶为叔父准备了林肯家常，给魏无羡开来了迈巴赫，把红色轿袍也开来哄孩子。结果景怡看上了迈巴赫，蓝小公子追着2个哥哥坐满了后排。叔父不肯跟孩子分开，连副驾驶都愿意坐。蓝曦臣看这个架势，只好撵走了司机，亲自开车。1.8米的魏无羡拉着1.83米的蓝忘机上了那辆小跑车，急吼吼叫嫂子打开敞篷。孟瑶坐在驾驶位像看傻子一样愣住，大冬天呢，敞篷吗？魏无羡哈哈哈笑着说，没见过这么拉风的艳红色跑车，要开眼，最终只是打开又关上，满足了某人的好奇心才驶出机场。最终，那辆牌面满满的林肯拉着一车5颜6色的行李和2个司机走了。接风宴在自家会所吃，一大家子欢声笑语，饭必要一起回别墅。蓝忘机慢吞吞不肯走，拽着魏无羡衣角使眼色。啊哈，那个叔父、大哥、嫂子，我许久没回来，想去老宅看看。蓝启仁闻言一脸怅惘，点了点头。阿苑，你看好景怡，不许捣乱，不许欺负弟弟。去吧去吧，他们哥仨玩得欢呢，不用惦记。蓝曦臣目光扫了扫自家弟弟，贴心的嘱咐：阿羡喜欢哪部车，拿上钥匙，路上方便一些。魏无羡笑着说不用，想低调些，就告辞了。夜晚的北京城灯火阑珊，魏无羡忍着笑问人：老人孩子都塞给你哥了，
称心如意了没？想去哪儿了？蓝忘机从后面搂住他，咬着耳朵说：想跟你回家。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魏无羡向后靠着，侧过脑袋去蹭脸颊。去我那儿吧，爷爷那儿，你住不惯。蓝忘机嘬了一口他的侧脸，说好。百年的老院子，见惯了老树发芽又叶落，仿佛能记录时间的流走。管家收拾得很立整，大门一开，还是透过窗扑面而来的暖光，家的味道。魏无羡停在院子里，眼眶发红。姥姥一袭旗袍裹着貂绒追着他满院子跑，妈妈窝在爸爸怀里隔着门看热闹，管家总是垂手立在角落听吩咐。一晃眼40年飘忽而过，家人们走了多年，管家也老了，老得白发苍苍，开门迎来的时候竟然笑出2行泪，画面顿生苍凉。蓝忘机仍是从背后拥着他，埋着头蹭他，始终不问他为何10年不归。也许是怕伤情，也许是怕留恋，也许是留着这个隐秘的窝，预备老了再来躲清闲。蓝湛，我在。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就那么拥着他挪到屋里，一步一步都是往事。第一次来是欢欣而放纵的，那时候刚见过家长，逛了一天北京城，他缠得魏婴哭喊了一夜。救下温宁那一次是愤怒且心痛的，那时候魏婴身负重伤，他费尽心思百般呵护着。第一次陪着他过年守岁，灭掉温氏那一次是焦灼又愧疚的，那时候魏婴伤碎了心，他跟在他身后想尽办法的哄，铺了一屋子花，写了一夜的信，才求得原谅。最后一次住这里，好像是参加完江燕离的葬礼吧，爷爷走的时候都住在老宅，再没来过这里了。这一算，魏婴进兰家已经10年有余了。也怪不得老管家见到他会哭，大概是怕有生之年难再见吧。怀里的人心事重重，蓝忘机极尽温柔，终是哄着他哭出了声响，一声声颤在他心上。蓝湛，我想他们，我知道。蓝湛，我好想他们。蓝湛，我想爷爷，想我妈，想我爸，想我姥姥，我好想他们。乖，我都知道。蓝湛，我不敢回家，呜呜，我不敢回家，宝不怕，我陪你。蓝湛，我好难过，他们都走了，都走了，一个也不在了，呜呜，乖，你还有我。呜呜，蓝湛，宝，我在。你抱紧我，好，抱紧宝。吻我，乖，闭上眼，他这许多年，几多思乡，却不敢回，养了2个苦命的孩子，又不敢说孤独。蓝家每一个都宠他，可谁也替代不了，年过不惑，本该更洒脱，却仍旧困在这里，心里破碎着。这一回要进修1整年，正好就赖着不走了。拿到通知的时候便决定要哄着他住回来，迈过去这一步，才好继续携手走下去，一起知天命，一起花甲，一起古稀耄耋到白首。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迎来送往，要往前走还是驻足回首，全凭个人心念。不想他躲着，却也舍不得劝，如今回来了，便是解开心结的机缘了。哭哭才好，哭多久便吻多久吧，直到暗夜散去暖阳声，要把他捂在怀里温着，总会好的。